我母亲曾深受3个男人的爱慕与守护，因此我有了3个父亲。母亲去世后，我被一位顶尖医生、泰阿拉首富和一位获奖演员共同抚养长大。13年来，我享尽了他们倾注的宠爱。这一切，直到3年前，他们收养了孤儿女孩艾琳。从那时起，他们开始将所有的宠爱转移到了她身上。当她诬陷我偷了她的项链时，他们翻遍了我的房间，砸碎了我最珍爱的音乐盒。直到看见我对着碎片哭泣，他们才感到懊悔，买来了所有能找到的音乐盒作为补偿。当他声称我嘲笑他是孤儿时，他们罚我写下100封道歉信。直到看见我双手颤抖的无法自己吃饭，他们才愧疚地为我按摩双手。当艾琳诬陷我撕碎了她的礼服，他们将我锁进黑暗的地下室，整整饿了3天。当我被放出来时，他们见我受的拖刑才充满悔意，红着眼睛守着我吃下作为道歉的盛宴。这一切持续到艾琳在我的水杯中下毒，我不断卡血，身体日渐虚弱。丹尼尔只诊断我营养不良，让我服用处方补剂。他却不知，那些补剂只会加速毒性发作。在学校晕倒后，我来到医院治疗。你只剩3天可活了，医生说。既然如此，为何我死后，父亲们会沉浸在悲伤中并杀了艾琳？第1章，再次被指控。我正茫然盯着天花板的裂缝，医生走了进来。小姐，有你父母的联系方式吗？医生拿着我的病历，温和地继续说，你需要立即住院治疗。我转头看向他，摇了摇头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处理一切。你才16岁。我的父亲们都很忙，这并非我编造的借口。我的第1个父亲是医学界的泰斗，第2个父亲是泰阿拉首富，第3个父亲是获奖演员，就连我的老师通常也只能联系到他们的助理。医生皱起眉头，张了张嘴，最终只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。至少，确保按时服药。这些药能减轻你最后时刻的痛苦。我点点头，接过那袋药，走出医院大门，刺眼的阳光让我眯起眼。繁忙的街道上，人们行色匆匆，仿佛目的地有重要的事在等待。而我只剩3天，之后我将死去。无需再应对艾琳、索亚的谎言，也无需再面对3位父亲的质疑与惩罚。我曾想过离开他们，却又舍不得。他们抚养我长大，视我如小公主。我贪恋那份温暖。如今，我不必再纠结于去留。想到这里，我竟感到一丝解脱。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，是管家发来的消息：小姐，先生们今天在家，让你回来后立刻去书房见他们。看到信息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父亲们竟然同时在家，这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了。自从艾琳来到这个家，她几乎占据了他们所有的注意力和时间。第1个父亲会陪他去体检，第2个父亲会带他参加各种晚宴，第3个父亲则会教他表演技巧。而他们叫我去书房，通常只是为了惩罚我。我握紧手机，缓缓走向等候的出租车。回家的路上，司机试图和我闲聊，但我始终沉默。秋天快到了，可惜今年我再也无法迎接他了。豪宅的大门缓缓打开。我走下出租车时，双腿颤抖，几乎站立不稳。或许是毒素的作用，我的身体虚弱到连走到门口都耗尽力气。等候在门廊的管家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他迟疑地开口：“小姐。”我没有理会，径直走进宅邸。客厅空无一人，书房的门紧闭着。站在门前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凝聚起体内仅存的气力，敲了敲门。进来。是第1个父亲的声音，冰冷，不带一丝温情。推开门，3位父亲都在里面。丹尼尔、索亚，我的第1个父亲，穿着白大褂，面色阴沉地瞪着我。布鲁斯、迪龙，我的第2个父亲，身着定制西装，散发着冰冷的气息。杰克、佩奇，我的第3个父亲，还穿着戏服，带着妆。丹尼尔厉声喝道：“不容我辩驳，你自己解释。”我愣住了，解释什么？
杰克嗤笑一声，艾琳食物中毒住院了，就因为昨晚你给她的点心。医生说她检测出服用了强效泻药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点心？我昨晚给过她东西吗？布鲁斯移开目光，眼中满是失望。艾普瑞尔，我们一直教你与人为善，你怎么能那样对艾琳？我的手指掐进了掌心。不是我。丹尼尔猛地一拍桌子，震得房间一颤，还敢顶嘴。管家亲眼看见你把点心盒放在艾琳门口。我几乎喊了出来，不是我。布鲁斯阻止我再说下去，不再掩饰失望。够了，艾普瑞尔，你太让我们失望了。艾琳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伤害她？我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无力反驳。艾琳真的对我好吗？她撒谎说我偷项链，嘲笑她，弄坏她的礼服，现在又诬陷我给她下泻药。我知道你因为我们收养艾琳而不满，你觉得她抢走了我们的爱，丹尼尔声音阴沉，所以你一直欺负她，想赶她走。我真的没有。委屈让我的眼睛刺痛，身体因愤怒而颤抖。第2章，被关禁闭。我从未想过赶走艾琳，相反，从她来到这个家的第1天起，我就对她极好。我终于有了一个妹妹，可不知为何，从那天起，父亲们开始不信任我，连朋友们也开始疏远我。不是你还会有谁？那天宅子里就剩下你们俩，所有佣人都放假了，那是你对他下手的最好机会。布鲁斯冷笑一声，继续说，难道就凭你一句不是我，我们就要相信你？艾琳是个天真单纯的小姑娘，你为什么总欺负她？胸口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剧痛，本能让我想蜷缩起来，但我强迫自己站直。我不想在他们面前示弱。我从未针对过她，我骄傲地抬起下巴。自从她来到这个家，你们可曾相信过我一次？你偷她项链时，我们给过你机会。丹尼尔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你拒不承认，我们只好彻底搜查你的房间找证据。是他陷害我。布鲁斯接着说，你嘲笑他是孤儿时，我们又给过你机会。你固执的不肯认错，所以我们才罚你写道歉信。我从没说过那种话。当你撕坏他的礼服，我打断杰克，用大到连自己都吃惊的声音喊道，从他来到这里，你们就再也不信我了。一次也没有。房间陷入沉默。丹尼尔打破了寂静，冷冷地说，那是因为你在争夺我们爱的过程中变得自私了。你不再值得我们的信任。这话像一把刀刺进心脏。突然间，我想放声大笑，笑自己竟然舍不得离开父亲们。13年的亲情，竟比不过他们对一个养女3年的疼爱。既然你拒绝承认，就去冷藏库反省你的行为吧。什么？布鲁斯上前一步，语气同样冰冷，你听到了。我的手指紧紧攥住裤腿。就在这时，丹尼尔的手机响了，他的脸色瞬间大变。什么？艾琳失踪了。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。布鲁斯和杰克都猛地站起来。我听不清电话那头说了什么，但丹尼尔挂断后，立刻转向我，厉声道，艾琳失踪了。如果她有什么3长2短，艾普瑞尔，这事没完。我低下头，突然有一股冲动，想告诉他们我只剩3天可活了，但我终究没有开口。说了又有什么意义？他们会信吗？喉咙涌上腥甜，我强行咽了回去，满嘴都是血腥味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布鲁斯已经抓着我的胳膊把我拖出房间。我拼命挣扎，双脚在地上乱蹬。放开我！不是我做的，没人听我的。前面，杰克打开了地下室的门，那是一个废弃的冷藏库，以前用来储存食物。装修后，里面就空无一物了。我被推了进去，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在里面好好想想你做了什么。丹尼尔的白色外套在昏暗的光线下有些刺眼。找到艾琳就放你出来。可真的不是我。我冲向门口，用拳头砸向正在关闭的沉重金属门。门砰的一声关紧了。我听到锁扣落下的声音。
冷藏库里黑暗空旷，只有一颗昏黄的灯泡在我头顶的电线上摇晃，寒气从脚底侵入，很快蔓延全身。我坐下来，双臂环抱住膝盖，胸口又开始疼了，是毒素发作了。我咳嗽起来，用手捂住嘴，温热的液体从指缝间滴落，是血。我看着自己沾血的手，苦笑了一下，真是个笑话。我快死了，他们却只担心艾琳。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13年前，母亲去世了。当时我还是个婴儿，丹尼尔把我抱在怀里，轻声安抚：“别哭，艾普瑞尔，我会永远陪着你。”布鲁斯给我买来世界上最好的玩具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杰克教我唱歌跳舞，你是个天才，艾普瑞尔，学得真快。我是世界上最幸福、最幸运的孩子。我有3个父亲，他们都爱我。然而，这一切在艾琳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后都改变了。第3章，艾琳的阴谋。一次又一次，艾琳设计陷害我。父亲们惩罚我之后，虽然会感到愧疚并道歉，但下一次依然会相信艾琳的谎言。我无法理解，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相信一个3年前才收养的女孩，而不是抚养了13年的女儿。不知何时，冷藏库的制冷系统被打开了，温度不断下降，我的身体开始颤抖、哆嗦，四肢已经麻木。我抬起头，盯着那盏昏暗的灯泡，视线开始模糊。就在这时，门开了，我还以为是父亲们，结果走进来的是艾琳。她穿着纯白的连衣裙，长发披肩，看着我，嘴角挂着温柔的微笑。你还好吗，艾普瑞尔？她的声音如此轻柔，像天使一样。然而，我能听出她话语中潜藏的恶意。我开口说话，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清。是你。她在我面前蹲下。当然是我。艾普瑞尔，你真以为我失踪了？她笑了起来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她的笑容显得诡异。她伸出手，从我脸颊上拈起一缕粘着的头发。一切都是我安排的。我自己给点心下了毒，然后吃下去。医生被我收买，说我食物中毒。绑架也是我自导自演的。为什么？他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我的父亲。他们的爱，别人一分也不能拥有。他的脸因厌恶而扭曲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过是个死掉的女人的女儿。你有什么资格独占他们13年？他们本来就是我父亲。他猛地抬手，狠狠扇了我一记耳光。闭嘴！我的头被打得歪向一边，嘴唇破裂，血滴了下来。他蹲下来，抓住我的下巴。现在他们是我的了，而你很快就要死了。等你死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他松开手，站起身，拍了一下手。冷藏库的门再次打开，走进来2个男人，都穿着黑衣，脸上带着让我胃部翻腾的狞笑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艾琳，你想干什么？他甜美地笑着回答，你不是一直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吗？那我就帮你彻底失去清白好了。他向门口走去。好好照顾我姐姐。门砰地关上了。2个男人向我走来。我绝望地向后退，直到后背抵住墙壁。不，求求你们不要。他们无视我的哀求。其中一个男人抓住了我的脚踝。我尖叫着，用尽全身力气踢他。但我的身体太虚弱了。毒素再次发作，加上在冷库里待了这么久，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另一个男人按住了我的肩膀。我挣扎着，反抗着，指甲划过了他的脸颊。他咒骂一声，抬手要打我。就在这一刻，我摸向口袋里的手机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我掏出手机，打给了丹尼尔。电话响了3声，然后接通了。我的声音嘶哑得快要破碎。爸爸，救救我！